天道神女护一方平安，后与魔族大战，被迫下凡历练，化为幼崽灵真毛。夫人，地上躺着个小孩，她可真漂亮啊，像个瓷娃娃。快下去瞧瞧，还有气没？好强的功德啊！你此次下凡轮回，首要目的是找到你所化身的亲生父母。何时找到，何时回来。天道臭老头，你是天道，我也是天道。既然把我一脚踢进轮回来受苦，还让我找亲生父母，哼！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是和爹娘失散了吗？我饿了，空空的。上车吧，我有吃的。谢谢漂亮姐姐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夫人，漂亮姐姐不舒服吗？我的年纪都能当你娘了，哪能称得上什么姐姐？刚刚没吓到你吧？我身子不太好，就是个药罐子。是那个害了漂亮夫人？不可能，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。对啊，这是夫人生辰时王爷亲手打造的簪子，王爷对夫人那么好，怎么会害她呢？珍宝说的是真的，珍宝从来不骗漂亮的人哦。夫人，前面便是医馆，不如让医馆大夫瞧瞧。砒霜，这金簪是用砒霜浸泡过的。砒霜，这金簪是用砒霜浸泡过的。我真傻，我乃京城首富之女，我倾尽家财助他考取功名，把名下的地契天契全部赠予他，可他竟要我的命！夫人，夫人，大夫，快救救我家夫人！夫人怎么样了？毒入肺腑，除非神仙来救，要不还是回去抓紧准备葬礼吧。可能，夫人，关键时刻还要靠我出马才行。漂亮夫人给我好吃的，我可不能让她死了。是把这个喝下去吗？天道的血可解万毒，区区砒霜小事一桩。诈尸了！夫人，你醒了，我没死，是你救了我。摇头好痛。你就是我刘雪银的恩人，今后有任何事需要帮助，尽管跟我说。你此次下凡轮回，首要目的是找到你所化身的亲生父母。何时找到，何时回来。能帮珍宝找爹娘吗？珍宝不知道爹娘在哪里。这竟是个如此可怜的孩子。恩人若是不嫌弃，可先认我做义母，先留在我家住，再慢慢寻父母。我吃的有点多，漂亮夫人会养不起我的。
我爹是京城首富，旁的没有，就是银子多。即便是喝水的杯子，也是金子做的。哪怕你一顿能吃满仓的粮食，也是养得起的。你可愿意做我的女儿？愿意愿意，开朗夫人做我的娘亲，我太开心了。我以后会保护好娘亲，不让坏蛋欺负娘亲。娘亲，珍宝又饿了，我想吃肉肉。好，娘亲先带你去买漂亮的衣服，再带你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吃好吃的。好满足呀！珍宝，你吃这么多东西不难受吗？是有点难受，只吃了个8分饱，还欠点呢。老板，再来50碗！老板，再来50碗！好，去拿吧。好嘞。来，在人间的日子过得比天上还幸福。夫人，你让我回府去打探消息。您猜我看到了什么？侯爷不在府中，院里的那几个家奴告诉奴婢，昨儿侯爷命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棺材。我前脚刚出府，他后脚就准备办丧事，是预料我会死在路上吧？没有侯爷的行踪吗？奴婢无用。珍宝可以帮娘亲找到大坏蛋了。叶红轩，6月初5辰时生人。东南方向，生云街。生云街？你是说侯爷在生云街？那不是表小姐的住所吗？会不会是珍宝弄错了？侯爷真的会在我表妹的宅子里吗？这就要走了？怎么，舍不得我？侯爷，夫人，你看，真的是侯爷。于静柔，姑姑的女儿，我的亲表妹。哎呀，辣眼睛，少了一点都不行。讨厌。娘亲，你不要哭呀！天河姐姐，我够不到，你快帮娘亲擦擦眼泪。我没事，他都给我下毒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我只是恨自己识人不清，所托非人罢了。娘亲，你别哭了，珍宝给你出气。大坏蛋，活该！娘亲，珍宝是不是超猛的？我猜到珍宝不是普通的孩子，但他既然能把天雷招来，我收养珍宝是不是捡到宝了？珍宝好厉害，但是珍宝天赋异禀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晓，知道吗？若是让有心人知道这个秘密，不知道要闹出怎样的风波。
天道臭老头不会让事情泄露的，但是不能让娘亲害怕，我就答应他吧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你们为何在布置灵堂？难道是侯爷？夫人，夫人不是的，是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侯爷先去，竟敢妈而不报，还不快去广而告之，让诸位来送侯爷最后一程！什么？夫人，呀呀！贝雷劈死了！贝雷劈死了！劈死了！啊，被人劈死了！别人侯贝雷劈死了！贝雷劈死了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妾身没了你可怎么活啊？侯爷，侯爷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啊！夫人，侯爷，侯爷，侯爷。叶侯爷如此年轻，怎么就去了呢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被雷劈了呢？苍天无眼啊！愿侯爷一路走好，希望极乐世界不再受苦。谁敢咒我死？这是了！叶侯爷，若是您有何心愿未了，尽管跟下官们讲，下官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。您还是回棺材里去吧。诸位，今日侯府确有丧事，不过过世的并不是本侯，而是本侯的夫人。侯爷没有死就好，夫人都伤心过度，晕过去了。是啊，原来只是误会啊！您真是娶了个好夫人呐！她方才要撞棺自尽，随您而去，贴身婢子拼了命才将她拦住送回房的。对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刘雪云竟然没有死，你真够大，毒气入体还能撑那么久。侯爷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！妾身刚刚真的要担心死了侯爷。今日在同僚面前让我丢了脸，刘雪云却挣了个贤良的好名声。哼！为何不查明缘由就对外宣布我？他好像一只翻不了身的大王八。他好像一只翻不了身的大王八。侯爷，万幸今天你没事。真是商户之女，遇事只知道哭，连蓉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送你的金簪呢？为何不见你戴？侯爷所赠发簪，妾身本应珍之重之，可出行时不慎丢失了，妾身向侯爷请罪。身外之物罢了，我怎么会怪你？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。再拖下去，蓉儿那边也不好交代。姨娘，近日可有想我？大王八，你敢碰我娘？这哪来的孩子？这是珍宝，无父无母，妾身看他可怜，又和侯爷同宗同姓，便打算养在名下。真是乡野之女，哪有我的娇娇端庄大方？姨娘，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个女儿了吗？娇娇是我故人临终托孤，我们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。你这怎么又带回一个孩子？娇娇那里我去说，珍宝性子好，会和娇娇合得来的。娇娇可是我和别的女人生的，我的亲女儿。这个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种，也配和娇娇相提并论。娇娇可是我和别的女人生的，我的亲女儿。这个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种，也配和娇娇相提并论。真是邪门，这个小野种像是能听见我的话一样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哼！公子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进去啊？夫人就在里间呢。
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，你许久没来看娘了。我只是路过，就不打扰您和新女儿团聚了。抱歉，娘没问过你的意见。这是我从寺庙求的，你关琪，关琪，娘辛苦了。关琪自小便没了爹娘，也是我一手养大。明明小时候很黏我的，如今竟变得如此孤僻，与我也生分。取仙下凡，叶关启1岁能文，2岁能诗，3岁便能学古子剑，如此聪明之人，为何会命格带煞？二公子，奴婢说的没错吧？夫人只稀罕别人生的孩子，压根儿也没把您记在心里。夫人娘家是商户，为人做事也小家子气，您呐还是多跟侯爷亲近。您日日看着书不乏闷嘛。奴婢家儿子昨儿在赌场赢了不少银钱，要不让他带您去见见，让他带您去开开眼。出去！就让你多硬气几日，到时估计恨不得跪下来求我救命。这种感觉又来了，最近怎么老是心烦气躁，静不下心来？你干什么？脸黑黑。我说什么？娘说我出生的时候跟雪一样白。小雪哥哥，印堂发黑，眼中有赤红贯日之象，是大凶之兆。哥哥额头黑黑，要倒大霉了。我才不信你说的这些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身边有个夜叉婆，你千万不要跟他的儿子一起玩。夜叉婆？我身边？你是说宋嬷嬷？喂，她是我的奶娘，还要把她的儿子给我当小厮呢。因为他儿子喜欢男孩子。我真的不骗你哦。如果你让他的儿子当你的小厮，你就会被他引诱去赌钱，招小鬼寻刺激，你会浑浑噩噩的活到18岁，嘎嘣，死在一群壮汉的床上了。你会浑浑噩噩的活到18岁，嘎嘣，死在一群壮汉的床上了。哦，娘，你不要死！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柳氏行贿端王，按律当斩。柳家男眷全部流放，女眷冲入青楼，钦此。不，魏祖父！侯府怎么出了这么个祸害啊？败光家产，还被男人玩死，就是太丢人了。不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人人赞我精彩绝艳，前途无量，为何我的结局家破人亡，如此凄惨？珍宝，小雪哥哥，你醒啦！刚刚你像一头红眼的牛一样，吓死人了。幸好有我在。珍宝，你不要把刚才的事告诉任何人好吗？我嘴巴可严实了。关琪，你醒了。这是娘给你做的面。
好吃，娘的手艺好棒，眉毛都开始先掉了。关琪，你不是最喜欢吃竹笋肉丝面了吗？我是很喜欢。外祖父年纪很大了，你若有时间，就去看看他吧。当初我执意要嫁给叶红轩，父亲便与我断了关系。这些年，更是不许我踏入柳家一步。如果我去了，父亲还会愿意见我？如果我去了，父亲还会愿意见我？来，珍宝，慢点啊。那个，小厮，麻烦通传一声，我来看望父亲。老爷说过，定远侯夫人与狗不得入内。一个下人也敢欺负我娘亲！哼！啊，见鬼了！这小女孩怎么看得人心里发毛？小的这就进去通传。娘亲，你得支棱起来啊，不能随便让别人欺负。娘没事，只是有些近乡情怯，很久没见我爹了。以后你就只管做叶家妇，不必再叫柳家女了。姐姐回来了。妹妹失礼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你不过是柳家的表小姐，不必摆出这副主人的姿态。姐姐不知道吗？舅父已经认我做义女，让我上了柳家的族谱。他竟把父亲哄骗至此，姐姐怎么空着手回来？出嫁的时候可是带走了家中大半的产业呢。咦，味道好酸啊！这是哪家的野孩子？有没有教养？我当然是娘亲的孩子。你好笨笨啊！于静荣，柳家的酒楼、钱庄、丝绸庄、当铺以及西域运来的生意，都是我出阁前自己打点，是我刘雪银的私产，跟柳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什么？这些生意与你、与柳家都无半点关系。早就听闻刘雪银会做生意，没想到就有这么多私产。不过那又怎么？你有再多的银子，你的好丈夫还不是对我于静荣死心塌地？姐姐既然是做绸缎生意的，不如看看这不料如何？这是浮光锦。姨娘，侯爷，这是浮光锦，好看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订到的。不错。明日是我同僚生辰，正好用来送礼。他说要送给同僚的，却是送给了于静荣。好啊！姐姐既然喜欢，我这还有半匹，送去给姐姐裁衣。你这布料，我娘亲多的是呢。昨日我擦屁屁用的帕子，跟你的衣服一样。小丫头，你吹牛也要有个限度。浮光锦可是宫中才能用的，你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？宫中既是宫中的财物，怎么会在你手上呢？盗窃宫中的财物可是要砍脑袋的。我没有，我可能是假的吧？撒谎！虫子！有虫子！我讨厌虫子！哪有虫子？这个于静茹发的什么疯？好多虫子！快来帮我打虫子！虫子！快来帮我打虫子！这是当众脱衣，真是有失体统，丢死人了！就是。小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这下清醒，这下清醒。刘雪颜，竟然敢打我！我看你没完！小姐，你走光了！小姐，走开！小姐，谢谢珍宝帮娘亲，娘亲觉得好爽快。珍宝是娘亲的孩子，帮娘亲是应该的。
老爷说侯夫人身份尊贵，柳家上古小庙攀不上您这尊大佛，请吧。娘亲别难过，娘亲没事，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相信父亲会原谅我的。走，我们回府吧。该死的刘雪瑩，该死的小畜生！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面，月老明明应承我，刘雪瑩应该很快就死了。那时他便会娶我进门，可刘雪瑩竟然活了下来。哼！那些银票可送到端王府去了，已经以老爷的名义送过去了。刘雪瑩这个蠢货，会挣钱又如何？还不是个低贱的商女。我就不同了，攀附上端王这根高枝，侯爷和义父都会高看我的。可是听说端王爷清正廉洁，哼，那又如何？攀附上，我们一荣俱荣；攀附不上，倒霉的也是我舅父。说不定舅父死了，柳家的财产还能归我呢。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公子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开始发狂，把自己关在屋里砸东西。什么？大夫怎么说？宋嬷嬷非说公子没事，拦着不让大夫进门。宋嬷嬷非说公子没事，拦着不让大夫进门。今天有我在，你们谁都别想进公子房间。嬷嬷，你快说，公子怎么了？真是，你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发作！公子是吃我的奶长大的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公子不过是梦游症，睡醒了就好，我自有分寸啊！关切，关切，关切，我是娘啊！关切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关切，大夫，快来看看我儿子！公子体内并无毒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跟小孩子抢吃食？这是不是你从二公子房里拿的糕点？快吐出来，这里面有50散。50散！这贱婢竟敢给我儿子用银药！这贱婢竟敢给我儿子用银药！关切，大夫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戒掉吗？难呐，只能将二公子捆起来，让他强行撑过去，如此反复，才能慢慢熬过去。哎，这是死穴，不能随便乱插的。关切，关切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完了，公子体内本来就有50散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公子体内的50散怎么没了？哎呀，医学奇迹，医学奇迹呀！珍宝，娘亲，有你真好。娘亲要给珍宝好多好吃的。好，你是妖怪吗？妖怪？我这么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姑娘，怎么可能是妖怪呢？那就是神仙了。算你猜个8九不离10吧，谢谢哥哥。那你会害怕我吗？你是我的妹妹，哥哥怎么会害怕妹妹呢？成为你的小雪哥哥，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夫人，如何处置宋嬷嬷？你这贱婢，胆敢给我儿子喂50散，你可知罪？奴婢冤枉，50散跟我可没有关系。奴婢冤枉，50散跟我可没有关系。杖责60。我不服，夫人，
公子吸食午时散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奴婢错就错，以为公子是梦游症。夫人，您要杖责我60，莫非是嫉妒公子与奴婢关系亲近吗？出言不逊，张嘴！侯爷回来，一定会为我做主的！你没有证据，我不服！夫人，我没在宋嬷嬷房里搜到午时散，没有证据定她的罪。把那块砖给掀开。巫蛊之术，这蛇蝎毒妇关起的房间只有你能进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他怎么知道东西藏在里面？完了！夫人，饶命啊！夫人饶恕奴婢吧，饶奴婢一命吧！夫人，宋嬷嬷残害主子，把这午时散给她灌下去。杖责完毕后，不得找大夫治伤，日日用盐水浇之。夫人，宋嬷嬷招了，说是表小姐给了她银子，让她带公子学画，侮辱公子。于静柔，混账！大胆贱婢，竟敢胡乱攀咬！还有你，谁允许你先斩后奏的？我不在府中，你居然擅自将宋嬷嬷定罪，还敢私下使分！谁允许你先斩后奏的？我不在府中，你居然擅自将宋嬷嬷定罪，还敢私下使分！侯爷刚回府，不曾过问齐哥，先来诘问我。你心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儿子？还敢嘴硬！你身为关琪的母亲，他出了事，最该反省的就是你。我为什么要反省？罪魁祸首是于静柔。你身为父亲，不去过问凶手，反而先来为难我。信口雌黄，简直就是污蔑！懒得跟你废话，无知妇人！哼！爹有了外室，想害死娘亲。你说什么？神！你们怎么会在此？关琪，你怎么了？父亲背叛了你，还想害死你。娘亲，对不起。可是我不想瞒着小雪哥哥嘛。怪不得在那个梦中，母亲早早便去世了，竟是父亲害的。母亲别怕，有儿子在，定会护你周全。关琪，娘终于等到你这句话了，娘真的好开心。多亏了珍宝小姐，夫人和公子终于解开芥蒂了。娘亲和小雪哥哥母子和好，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呢？还有我，珍宝还在呢。我昨晚做梦都在笑，激动了一宿，叫我眼睛肿的。夫人，昨晚老爷去了趟柴房，宋嬷嬷便咽气了。还真是个情圣，为了于静柔，迫不及待去灭了口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连畜生都不如。宋嬷嬷没了，岂不是没有人能指证表小姐了？没有实证，就算将宋嬷嬷送官，她也可以告她诬陷。这个仇我心里记着，绝不会放过他们。好了，不想了，
去命厨房做些猪蹄，珍宝最爱吃了。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大理寺派官兵抓走了老爷，说是老爷用钱财贿赂了端王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老爷，救救老爷呀！什么？我爹平日里向来怕与权贵打交道，连做生意都是谨小慎微，生怕栽了跟头。他怎么可能会去贿赂端王呢？这端王清正廉洁，若是老爷的贿赂罪名被坐实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娘亲，让珍宝来。不行，珍宝，劫狱乃是谋逆之罪，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娘亲不能让你为我冒这个险。又不能劫狱，那我要怎么救外祖父呢？又不能劫狱，那我要怎么救外祖父呢？虽然我和外祖父没有见过面，但看娘亲伤心的样子，外祖父一定是个好人，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哎，知道咱们大景朝最惊天动地的八卦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当今圣上的亲伯父，大景朝的端王陛下，他不娶啊！端王不娶，有办法了。愿夫君重振雄风，菩萨保佑我家早日得一女。好疼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姑娘，砸到你了。你就是王妃吧？我可以治好王爷的病。你一个小女孩，怎么懂医术啊？那这个给你。那这个给你。这怎么跟寺庙门口小摊贩上卖的5文钱1串的假玉佩一模一样？不过那个小姑娘倒挺可爱的。不好了，王妃，怎么了？马儿发疯，跳着车追下山崖了。幸好我们回去的迟些，否则怕是早已摔得粉身碎骨。难不成是刚刚那个小姑娘给我的玉佩替我挡了灾？立刻全京城悬赏，一定要给我找到那个小女孩。是。夫人，狱卒不肯收咱们的银子，说是端王爷发话，谁都不准给老爷求情。大理寺已经给老爷上刑了。我爹养尊处优一辈子，哪里受过牢狱之灾？娘亲，吃烤鱼。珍宝，你吃吧，娘亲没胃口。不过厨房这几日未曾采购鱼，这鱼是哪里来的？刘雪银，你看看你捡了个什么好东西回来？侯爷这是怎么了？又发什么癫？收养的好女儿，把锦鲤池里的锦鲤全都烤了吃了。叶侯轩平日里最爱的便是赏鱼斗鸟，那池子锦鲤是他的心头爱，珍宝居然烤了吃了。你是饿死鬼转世吗？侯府短了你的吃的？喂，大王八，你凶什么凶啊？不就烤了你几条鱼吃吗？啊，还给你就是了，小气鬼！被我吃掉的鱼，灵魂是能去天界当锦鲤仙的，好不好？有多少鱼求着我去吃呢？找死！侯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别跟他计较。哼，孩子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你口中的孩子，背着你得罪了端王府，我劝你还是尽早把他交出去，免得被他害死。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交出珍宝的，谁也不能伤害他。难道你是想害死整个侯府吗？娘亲，别担心。哼，非要去，娘亲也陪你一起去，就算是死，娘亲也不会放弃珍宝的。姨娘，你听我一句劝吧，赶紧跟他断绝关系，把他交出去，换了赏银，
咱们回侯府好好过日子吧。侯爷不就是怕我连累你吗？就算出了事，我也一力承担，绝不会波及到侯府。这就是我以为的好丈夫，自私懦弱又贪财，不识好歹！哼！还给我！王妃，那小姑娘找到了，是丁远侯夫人新收的养女珍宝小姐，如今就在外面候着，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宣柳氏觐见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！端王妃高高在上，她若不放过珍宝，可怎么办？臣妇拜见端王妃。高人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，还请高人一定要帮帮我和王爷。高人这是肚子饿了，快把糕点都拿上来。请。救命啊！王府厨房做的菜比京城第一酒楼还好吃，我可以吃一辈子。没想到珍宝与端王妃还有关系。高人，您看，您这糕点也吃了，您能不能……可以啊，我有一个要求。高人尽管提。南千，说吧。王妃娘娘，臣妇求见端王爷，求王爷放了我父亲。我父亲是不可能贿赂王爷的。这种事情我做不了主，而且……婉然，你说这个5岁小姑娘能把我的病治好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我不信啊！你爱信不信，高人给你找来了，你就给我治。荒唐！我堂堂端王能信一个5岁小女孩说的？哎呀！既然都晕倒了，那就先治病吧。高人，您看这样治行吗？高人这是觉得我们在这妨碍他了，那我们快出去。不知道高人会用什么法子治好王爷。王妃，你有没有觉得那孩子的眉眼有些像王爷？胡说！王爷怎么生得出？不是，奴婢说的是王爷的胞弟摄政王。摄政王给端王恢复到了20年前的巅峰状态，这么吃应该没问题吧？反正20年后估计也没用了。可以进来啦。高人，怎么样了？治好了。治好了。有你出马，保证王妃后半生幸福美满。你怎么样了？好饿呀！奴婢带您去吃樱桃煎。好，走。没想到我的病真的被一个5岁的小姑娘治好了。王爷，你看这高人是不是跟您亲弟弟长得有点像啊？不可能，老幺和他那红颜薄命的媳妇儿根本就没有子嗣，肯定是巧合罢了。本王现在重振雄风，保证一夜妻子屹立不倒。珍宝王妃为个保障。好。宣柳氏。你说你父亲是被冤枉的？是。臣妇恳请王爷放了我父亲，我父亲一生清正，我不敢贿赂王爷。何有证据？这贿赂王爷是重罪，你空口无凭，我把他给放了，岂不是徇私枉法？可我父亲珍宝是我夫妻的恩人，这样我给你7天时间，让你去搜集证据。7天之后，我亲自审查此案。多谢王爷。本以为这一行是龙潭虎穴，没想到会柳暗花明。多亏了珍宝给爹翻了案，明天爹就能暂时出狱了。那个小馋鬼非要留在端王府吃完了晚上才回来。夫人，
这是侯爷写给你的休书，拿了就滚吧。这是侯爷写给你的休书，拿了就滚吧。我是想离开侯府，但绝不能是被休弃。我要见侯爷，要我走可以，除非和离。滚开！和离？刘雪莲，你休要给脸不要脸！侯爷，我是犯了七出哪一条？您要休了？你爹贿赂端王爷，你是犯了重罪。你养的那个好女儿如今得罪了王妃，你难道想害我也被牵连吗？原来是怕被牵连，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侯爷怕是不知道吧？端王爷已经答应明日放了我爹。至于珍宝，他对端王夫妇有恩，端王妃待他如座上宾一般，哪里谈得上得罪啊？笑话，端王爷是什么身份？就连我在他那儿都说不上话，区区一个商女，你也配？事实就是如此。好，你说事实是如此，你的乖女儿呢？她不是对王妃有恩吗？人呢？珍宝留在王府用晚上了。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，连王爷的虎皮都敢扯。哼！当初娶你的时候，大嫂就劝我说你这种商女下贱愚蠢，早晚会生出祸事。如今看来，真是应验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弃妇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侯爷，你是瞧不起我是商女？本王娶你本就是低门娶妇。好，的确是我高攀。既然如此，侯爷便将身上的衣物都脱了。什么？侯爷便将身上的衣物都脱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竟敢让我脱衣服？侯爷吃的用的，哪一件不是我赚的银子？从头到脚，又有哪一件衣物不是出自我名下的布庄？我是你夫君，照顾我衣食住行本就是你分内之事。侯爷瞧不上我这个人，却瞧上我的东西，夫君的双重标准还真是做到了极致了。刘雪颜，放肆！怎么不舍得？你这头上的玉冠是从我的玉器行拿的，96000两纹银，满朝文武，谁有你叶侯爷出手阔绰？还有这青云佩，是我铺子里18个手艺师傅连夜赶制的。既然要休妻，那就把它还给我吧。住口！哼，胡搅蛮缠！告诉你，今日这妻我休定了，由不得你。夫人，夫人，端王爷和端王妃来了，还把珍宝小姐也一并带了回来。夫人，端王爷和端王妃来了，还把珍宝小姐也一并带了回来。珍宝回来了。莫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？反正那个死丫头是刘雪颜收养，正好我又休了她，待我好好解释清楚，想必不会牵连于我。哼！快随我前去迎接王爷。是。恭迎端王爷、端王妃。平身吧。谢王爷。娘亲的手怎么破了？啊，启禀王爷，岳父一时糊涂，冒犯了王爷，微臣替岳父请罪。丁元侯说晚了，你岳父已经没事了。啊？王爷不是最厌恶行贿受贿啊？王爷慈悲心肠，微臣替岳父谢过王爷。大王八，我娘亲的爹爹没事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这死丫头怎么还活蹦乱跳的？她不是得罪了端王妃吗？王爷，此女是我夫人收养的，性子顽劣，若是得罪了王爷王妃的话，都是我夫人教的。珍宝很可爱，柳氏把她教得很好，我和王爷都很喜欢。王爷，这些都是本王送给珍宝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啊，小女能得王爷王妃的喜爱，那是她的福分。我才不要你这种爹爹！管好你女儿。侯爷是在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？刚刚不是要休了，赶我走吗？刚刚不是要休了，赶我走？什么休妻？叶侯爷可有此事？不，王爷，
此事是个误会。姨娘，方才委屈你了，为夫不该一时糊涂，不信你的话，我向你赔罪可好？柳氏区区商女，不敢。侯爷若真心赔罪，不如给我一纸和离书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我已经退了一步了，柳氏为何还不依不饶？大庭广众，他还想让我怎么做？娘亲好惨呀！珍宝，珍宝不哭啊，珍宝不哭。王爷，替珍宝出气。岂有此理！叶红轩，你可真是厚颜无耻啊！王爷，岳家出了事，你不但不想办法解决，竟然还修其撇清关系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姨娘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发誓，今后绝不再提休妻之事。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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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。姨娘，别着急，端王一言九鼎，说不定岳父大人很快就被送回来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回来了？爹，一朝入狱，经历了生死，才知道什么都没有亲情重要啊！若不是你四处奔波，我岂能重见天日呀？姨娘，这10几年是爹呀，是爹太固执了。爹，对了，忘记跟您介绍，这是珍宝，是我新收的养女，也是她救您出来的。外公好，好，怪可爱的，跟壁画里面的金童玉女一模一样啊！外公，我肚子饿了。走，咱们回家给你做饭吃。走，外公，我肚子饿了。走，咱们回家给你做饭吃。走。珍宝，慢慢吃，还有呢。外公知道你喜欢吃美食，我把京城最好的酒楼给你买下来，等过了手续就送给你。我就知道，娘一心想救的外公肯定是好外公，外公真棒。这个死丫头，明明贪吃又没教养，怎么所有人都喜欢她？舅父居然出来了！舅父，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，我吃不下睡不着，生怕您在牢里有些什么闪。这银娘和珍宝求到端王殿下才把我放回来，只要在7日之内找到了证据，端王就替我方啊。我说表姐，你既然攀附上了端王，为什么不直接给舅父销案，而是要找什么证据？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救人啊？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见你去救我爹啊？我又不认识端王，跟你认识啊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到，你到底有没有出全力？咦，好臭！什么臭？珍宝说：“姨母你癞蛤蟆张嘴，口出狂言。”婆婆等我。够了，大家都是为了我好，放心吧。端王跟我说，贿赂他的银票都是在大通钱庄取的，我已经命人将那些票根取了回来。上面有取钱人亲笔画押的指纹，只要到衙门一对比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，也能找出贿赂王爷的主谋。只要到衙门一对比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，也能找出贿赂王爷的主谋。没有，舅父重要的东西一向放在书房里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一定要找到那张票根，要是送到了府衙，我就完了。表妹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大通钱庄7日前漏水，所有的票根全都被雨淋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的清白。那你瞎胡说！外公，一会儿你要这样说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听珍宝的没错。难怪珍宝叫我说那段话，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！于静荣，你是我的亲外甥女啊！贿赂端王陷害我，竟然是你呀！小野种，你炸了！不错，就是我。不过我也不全是为了自己，我攀附端王，攀附上了，舅父和我不是一荣俱荣吗？攀附不上，就不有你替我挡灾。反正你也老了，活不了几岁，死了也没什么吃亏的。畜生啊！畜生啊！我真是瞎了眼！爹，娘啊！是爹瞎了眼呐！居然放着善良的女儿不要，我和你娘养了这么一匹知人的白眼狼啊！贿赂端王，还让我替他去挡灾。不止，他不止做了这一件坏事，就是他害死的外婆，珍宝，你说什么？你外婆是他害死的？你于静荣，娘亲可是你的亲舅母啊，平日里待你像亲生女儿一样万般宠爱，你却如此对她。我不过是拿了家里的一点银子，竟然被那个死老太婆发现了，她敢骂，那就别怪我在她的茶水里下药，她就该死。贱人！当初看你父母早亡，我看你可怜，想着把你接到柳家，有一口热饭吃。没想到我是引狼入室，我恨我自己呀！爹，是我害了我的发妻呀！于静荣，你不得好死呀！放心吧，我死不了。你们今日说的这些都没有证据，没有人能证明我用银子贿赂王舅母死了10几年，更没有人能证明是我下的手。我会好好活着。至于你，我的好舅父，乖乖替我坐牢去吧。谁说没有人证明？本王不就是证人？王爷伯伯，小珍宝，乖，伯伯替你盛药。一定要狠狠收拾这个恶毒的女人。当今圣上，治国以孝为先，如此不仁不义、不孝不悌的督父，本王今日便要杀鸡儆猴，给全天下的人看。来人，在加入大牢。是，容本王禀明圣上，3日后问斩。我不想死，放我！饶命！救我！再也不敢了！王爷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娘亲，我漂亮吗？漂亮，我家珍宝最可爱了。老爷，狱中传来消息，于静荣畏罪，已在狱中自尽身亡。恶人自有天收。算了，人死如灯灭，往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就好了。走，珍宝，娘亲带你去端王府。阿姨，去吧。好饿呀！晚上明明吃了100碗樱桃饼的，怎么还是那么饿呢？牛肉耶！我可以用指尖生火做烤牛肉。是谁拿了我的肉肉？
看我的火眼金睛，看破虚妄。他居然跟我有亲缘线。你此次下凡轮回，首要目的是找到你所化身的亲生父。何时找到，何时回来。你出来吧，我看见你了。哼。你就是救了我父亲的小姑娘珍宝？原来她是端王府的世子裴仙姐。没错，哥哥，你离死不远了。我不过抢了你一块牛肉而已，你居然咒我早死啊！珍宝算出来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，让你看看珍宝的实力。这是什么？你真的会仙术啊？这是哥哥跟珍宝的亲缘线哦。亲缘线？难道你是我的亲妹妹？可是我记得小时候明明说是想要一个姐姐的呀。我也可以当你姐姐，我可是在天地混沌之初化形的，别说姐姐了，祖奶奶都能当。好了，不跟你贫了。我们裴家自开国皇帝开始就只出男孩，一个女孩都没有。父王母妃要是真生了你啊，含在嘴里都怕化了。含嘴里，听起来挺脏。来，吃吧，小不点儿。啊，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妹妹，好像也不错。好吃吗？啊。这小兔崽子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参见父王母妃。这个小朋友说跟我有亲缘线，是咱们家的子嗣。你再看看和我父王有没有亲缘线啊？呀，有的。好啊你，敢背着我在外面有私生女儿。婉然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，你是知晓的。送来的侍女也都被我赶走了，高人是不会骗人的，而且如今圣上年幼，还未立后，你们裴家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生出来那么大个女儿？本王真是百口莫辩。你们是不是忘记了皇叔？老妖？摄政王？摄政王是我爹。不可能，老妖和他媳妇儿关系差得像杀父仇人一样，弟媳不可能跟他生孩子呀。难不成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珍宝，你先别伤心，我立刻修书一封，发去边关问问珍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来人！好不容易找到了跟自己有亲缘线的家人，他们家居然没有生过女孩，难道我是男孩子吗？先别着急，摄政王正在边关戍守，等他回了京，你们做个滴血认亲不就好了？对，滴血认亲，这样我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爹了。大伯母，这里有好多金鱼啊，我们回来的真及时。他们是大伯母和娇娇。大伯早逝，大伯母这一年一直住在府里。娇娇是父亲故友临终托孤，母亲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。大伯母，关奇哥哥，我和娇娇去苏州的园子玩了半个月，怎么府上多了个浴血可爱的小姑娘？这位是母亲新领养的女儿，叫珍宝。姐姐好。女儿？娘亲不是已经有我一个女儿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收养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？谁跟你姐姐了？滚开！
珍宝，快起来！娇娇，珍宝，没事吧？起来。娇娇，你身为姐姐，怎么可以推珍宝呢？谁是他姐姐了？关奇哥哥，你竟然为了这个野丫头骂我！你快点滚出侯府！讨厌！就大伯母，一个野丫头，竟敢顶撞娇娇，我定要让老师将你赶出侯府。娇娇，我们走。哼，嫂嫂，你说让我惩戒珍宝，还要把她赶出侯府，不错。我不过半个月没在府中，弟妹，你就把这来历不明的野丫头带回府，真是胡来！嫂嫂，珍宝几次三番救我，我和她一见如故。她一个孩子，救你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娇娇才是你女儿，一碗水怎么能端平？有了这个死丫头，娇娇的爱会被分走的。不会的，嫂嫂，珍宝是我女儿，娇娇也是啊。够！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，到底赶不赶这个野丫头走？对啊，娘，她对我无礼，你快让她滚出去！不会的，嫂嫂，珍宝是个好孩子，她不会无故推娇娇的。关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娘，是娇娇推的珍宝，害珍宝直接摔倒在地。珍宝，你没事吧？娘亲，我没事。嫂嫂，看来是娇娇先做的不对。大伯母，娘亲她好生偏心，竟然还说是我的错。好啊，柳氏，当着我的面，你就敢叫娇娇受委屈？来人，是侯府高门，什么阿猫阿狗也想进来，你不赶他走，就别怪我自己动手。给我把这个死丫头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柳氏，你要违逆我的命令，侯府的掌家权可是在我手里。嫂嫂，即便你有掌家之权，也不可颠倒黑白。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珍宝一根毫毛。珍宝是我妹妹，赶她走，我也走。娘，哥，你们竟然护着这个野丫头！好好好，你们反了！娇娇，我们走。娇娇，大伯母，你以前对我说娘亲对我不是真心的，她果然是装的。娇娇不哭，大伯母会护着你的。柳氏那个贱妇，居然维护那个小野种。我听说她来侯府半个月，柳氏就带她回柳家认了外祖，柳家老爷还送了她一座酒楼。什么？娘亲都没有带我回过柳家，我都没有见过外祖父。那个叫珍宝的，他凭什么可以？还有前几日，柳氏去见端王，也特意将他带上，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讨了端王和王妃的欢心，亲自将他送回。本该是我的荣光。珍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小天道，快点吃了我！不要，小天道先吃我，慢慢来，我一个一个的吃。你们想被清蒸还是红烧呀？耶！小天道要吃我了，我要当清蒸鲤鱼。珍宝，谢灵娇，你居然推珍宝下池塘，你好恶毒的心！如果珍宝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你想怎么不放过我？我可是侯府的千金小姐，不就是推了个野丫头？她的命能和我的命比？千金小姐，你不过是母亲抱养的假千金罢了。你胡说八道！难怪他们都说你小时候是天才，现在是蠢材，孤僻暴躁，里外不分，还吃50散，太没出息了，简直给侯府丢尽了脸面！你敢欺负我关奇哥哥？是你推的我？叫你偷换关奇哥哥的命格。偷换命格？原来我这些年体弱多病，处处不顺，科考受阻，奶娘加害，甚至未来结局惨死，都是因为被换了命格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爹说不会有人发现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！想跑？偷人家的命格不还吗？你妖法，你会妖法，你是妖怪！我要去告诉爹，叫他们来抓你！命格换！娇娇，别怕，有弟弟在。娇娇怎么会晕倒呢？珍宝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
娇娇，我可怜的娇娇，怎么会这样？问过大夫了，根本看不出缘由来。说，娇娇为什么会呕血昏迷？是不是你害了她？大嫂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。珍宝和娇娇无冤无仇，怎么会害她呢？怎么没冤没仇？上次娇娇推了你那野丫头一下，说不定她就怀恨在心，对娇娇报复。不可能，珍宝心地善良，不会这样做的。等我再告诉娘亲，小雪哥哥命格被换之时。够了，刘雪言，你要是还疼爱娇娇的话，就赶紧回柳家，把你爹的那些什么千年人参、百年灵芝，统统给娇娇拿回来。叶红轩一直说娇娇是他固有的女儿，可就算亲儿子关琪出了事，也不见他如此紧张。还有大嫂她，为什么对娇娇这么上心呢？夫人，娇娇小姐服了老爷送来的人参，大夫说她脉象缓和了一些，她肯定能醒过来的。我只是觉得有些古怪。古怪？大夫人还守在娇娇身边吗？大夫人连夜坐马车出了府，好像说要去道观求平安符，侯爷也一起去了。他们一起去了道观。娘亲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嘘，也不知道娇娇什么时候能醒。我可怜的女儿从出生起就和我母女分离，每天相见不相认，现在又……放心吧，刘雪言拿的人参都是好东西。娇娇要是还不醒，我就逼她拿更多的药材过来。当年要不是为了柳家的钱，父亲逼你娶了刘雪莹，我们才应该是夫妻。快了，琪琪，等我把她赶走，我就会娶你。到时候，娇娇跟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一家人。太恶心了！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人人称赞的贞洁烈妇，一个是朝中品行端正的定远侯，竟敢叔嫂苟合，还堂而皇之把他们的野种抱回来给我养，我真蠢！我居然疼爱了叶灵巧整整5年。娘亲，他们还偷换了关七哥哥的命格，想要害死他。他们不仅想害我，还想害我儿子。珍宝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和关琪就毁了。叶红轩、薛念青以及他们的女儿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刘雪言，你给娇娇吃的什么人参？为什么娇娇还没醒？那只300年的人参，侯爷是亲眼看着娇娇服下去的。娇娇为什么没醒，我怎么知道？既然侯爷不相信妾身，那我必想好了，再也不给娇娇拿药材。姨娘，刚才是我太急了。你看，娇娇吐了血，一直昏迷，在梦里还一直叫着你这种母亲，你怎么忍心不管啊？哦，对，你现在赶快去柳家，再拿些药材过来。抱歉了，侯爷，我爹库房里的那些药材，我都拿给关琪吃了。秋闱3日后便开始，我还等着关琪金榜题名、高中状元呢。什么？你全给关琪吃了？妾身自己的东西还做不了主了吗？毒妇，果真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不心疼。既然你不仁，那就莫怪我不义。道长，当年做法时你承诺过我，保我女儿一生大富大贵，可为什么现如今我女儿已时日无多了？岂会如此？一定是有人将他俩的命格换回来了，不然的话，不可能出现如此差错。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！我再给你一份生辰八字和指尖血，赶紧把我女儿的命跟这个人换了。刘雪吟，此女的命格极为富贵，一生有贵人相助，好命，好命啊！哎，少废话，快做法！
竟想害我娘亲！道长，道长，你怎么了？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你怎么了？侯爷，这个刘雪银，他身上被某位高人下了禁制，只要我试图动他的命格，必遭反噬。我若继续施法，恐怕你我的命都将不保啊！会，刘雪银一个妇道人家，哪能遇到什么高人？道长，那我女儿怎么办？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哎，侯爷是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您这出门一趟，怎么老了10几岁？有你10年的阳寿，换你女儿苏醒，你可愿意？道长，为了娇娇，我愿意。好，我出去了，那贫道继续做法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侯爷呀，这位老伯是谁呀？看着好眼熟啊！你看，侯爷，你怎么衰老了这么多啊？皱纹都有了，哎，看起来像我爹一样。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爹看起来比外祖父老多了。混账！何其考了秋闱，这副样子，应该是落榜了吧？净给我丢人！谁呀？谁呀？谁来了？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今年秋闱，令郎考中了状元了。什么？叶观其少爷中了状元？小雪哥哥，你好厉害！15岁的状元郎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看谁还敢说你丢人？真是厉害呀！娘，我没让你失望。好，你是娘的骄傲。好，各位街坊，我家公子中了状元，定远侯府连办5日流水宴庆祝，邀诸位宾客前来沾沾喜气。好，恭喜！恭喜！状元！好，都挺真好的。报！王爷，有京城3000里加急的信件，是二哥的信。王爷，信上说了什么？我有个女儿，名字叫珍宝。啊！恭喜王爷！可让属下立刻回京，将小郡主接来。不必，我亲自回京见我的女儿珍宝，传令3军，即刻班师回朝。是。班师回朝。夫人，奴婢应您的要求，给各位官员夫人发了请帖，可是怎么一位夫人也没来啊？那些朝廷命妇向来瞧不起我的出身，以我的名义设宴，自然没人赏脸，只怕是委屈了官旗。娘亲别担心，他们马上就会来了。夫人，端王妃来了，一同前来的还有荣国公夫人。谁？荣国公夫人，右帝千峰的一品高明夫人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跟我一起承接2位。娘娘，你终于来了，烤鸭都要凉了。婉然，这便是你说的那位小高人。母亲，珍宝可厉害了。小高人，可否看看老身这命数如何？
老夫人能活到120岁。那我不成老妖怪了。小高人是逗老身开心呢。嘴巴真甜。若不遇见我，寿数只有60，但遇见了我，120不成问题。怎么本王妃都到了，其他客人竟还没来？难不成要本王妃派禁军去请吗？老身倒要看看，要等他们多。兵部侍郎夫人到，中郎将夫人到，礼部员外郎夫人到，御史夫人到。拜见王妃娘娘。你们赴定远侯夫人的约，不曾见过主人吗？定远侯夫人是商女，臣妇可不知如何向商女见礼。都说这侯府2公子是天才少年，只可惜是商女之子。既然侍郎夫人见识短浅，不如我来教教你。我夫乃是锦朝侯爵，而你夫区区4品，你不向我行礼，乃是以下犯上，当罚长子。你敢？我可是名门望族出身，轮不到一个商女处罚。老夫人，你听他说的什么疯话？天哪，夫人中风了！老郑太医，忘了还有我在。老夫人遇见了珍宝，帮你活到120岁哦。有是你好大的胆子，还不把这个死丫头弄下去！这就好了，太神奇了。母亲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感觉好得很，比刚来的时候要清爽松快。珍宝，是你救了我？是的。真是可笑，你个小孩有什么本事叫老夫人？我看根本是老夫人鸿福齐天，本就没什么大碍，被你这丫头碰上了而已。就是，还敢冒领功劳？商女就是商女，没教养的蠢，动住口！你们的意思是，老身脑子已经糊涂，分不清是谁救了我？老夫人息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来人，侍郎夫人对侯夫人不敬，以下犯上，掌嘴30。还有中郎将夫人出言不逊，罪上加罪，给我把她的嘴打烂。是。今日老身被珍宝所救，侥幸得回一命，那是我和珍宝以及定远侯夫人的缘分。不知侯夫人可愿认老身做义母，记名荣国公府族谱。义女，老夫人，这还叫老夫人啊？母亲，哎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侯夫人，的确是大喜。今日老身得一名家财万贯的女儿，还多了个嘴甜可爱的外孙女儿，以及本朝最年轻的状元外孙，真是喜事。外边怎么这么吵？烦死了！小姐，前面正在办宴席，荣国公夫人和端王妃都来了。听说荣国公夫人还认了二夫人当义女呢。那我岂不是成了荣国公夫人的外孙女？可是二夫人和那位老夫人根本提也没提小姐半句。什么？娇娇，你还看不清吗？柳氏何曾把你当亲闺女？你病好了这几天，她可曾来看过你？难怪爹爹骂她是毒妇贱妇。这个贱人，她以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你去把侯爷请过来。是。哼，青青，你这么着急喊我来做什么？外面还有好多宾客要招待呢。哼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都怪柳氏那个贱人，娇娇哭得那么伤心。我可怜的女儿大病初愈，她倒好，儿子考中状元，又认了荣国公夫人当义，从此地位非凡。你再想休她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放心吧，我早晚把那个贱妇赶走。来，来啊！讨厌，你不是说有宾客要招待吗？宾客哪有你重要啊？再说了，一炷香的时间还是有的。
去！新岛珍宝，你们完了！不好了，夫人，大夫人的院子走水，这怎么一回事？不清楚，只知道大夫人和侯爷被困在院子里，已经派人提水救火了。侯爷，长嫂，去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快！这边快！着火了！这边！呀，多远点来！快！水呢？再接一盆，照去。火势如此之大。这是我长嫂的住处，侯爷和长嫂还困在里面，我要去救他们。你不想活了？那么大的火你也敢冲进去？长嫂平时待我情同姐妹，颇为照顾我，我不能看她在我眼前殒命，我要救长嫂。女儿，你如此挂念长嫂，这妯娌关系真乃我大景朝的楷模。没想到柳氏竟如此有情有义。是啊，真没想到。长嫂，火灭了！父亲和大伯母怎么没有穿衣服呀？羞脸！这是道德败坏，不堪入目。我从未见过如此龌龊无耻之事。这定远侯居然和自己的长嫂苟且，那长嫂也不是安分的，死了丈夫不甘寂寞。侯爷，长嫂，你们好一对奸夫淫妇！救命！你们看什么看？都给我看！哼，叔嫂苟且，有悖人伦。我既然看见了，就不能视而不见。来人，给他们俩准备件衣服，我倒是要听听看，我新任的好女婿是如何跟他长嫂光着身子搂到一起的。长嫂，长嫂，跪下！老夫人明鉴，我与长嫂之间，并非大家所想的那样，只是长嫂近日在照顾小女娇娇，我是前去询问小女的情况。走水之时，我为保护长嫂，所以才脱下了衣物。我与长嫂之间清清白白。哎呦，你们好清白呀，都清白到一张床上了。姨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，我只有你一个妻子，从未沾过其他女色。侯爷，不是妾身不愿信你，只是你光天化日与长嫂脱光衣服抱在一起，实在不能让人不多想。我都说了那是权宜之计，倒是你走水时为何带着宾客前来？莫不是想让他人看我侯府的笑话？侯爷如此说，真叫妾身心寒。诸位夫人好心同我一起救火，我怎么会知道侯爷和长嫂会在院子里？就是，明明是自己干出这种丑事，还倒打一耙。表面上风光霁月的定远侯，谁能想到私底下竟如此无耻？够了！我叶红轩清清白白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天色不早了，诸位请回吧。侯府的私事，不敢耽误诸位贵客时间。侯府私事外人管不着，那老身呢？我的二儿啊，侯府私事外人管不着，老身可管得了你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个老婆子自从嫡子战死沙场，就搬到了护国寺礼佛，多年来不问世事，若非今日回来，又怎么会看见这样一出好戏啊？你哇，好香的斋饭呀！哎，小姑娘，你的老夫人，您看，薛氏与叶红轩生有一女名娇娇，3日后申时3刻，真相大白。啊！
当年若不是我儿平州为国战死，定远侯的爵位岂能轮到你一个庶子继承？你竟和平州的媳妇生下了孽种，你们可对得起平州在天之灵吗？母亲，我跟长嫂之间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。事关侯府声誉，我容后会向你解释。侯府家门不幸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我的长媳薛氏与小叔子苟且失了名节，理应沉堂。身为长嫂，淫乱侯府，的确应该沉堂。不可以！怎么，我这个侯府老夫人还做不了侯府的主了？母亲，还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走水之时，长嫂已经昏迷过去，并不知我脱下了她已经燃烧的衣物，所以要罚便罚我一人吧。哼，叶红轩竟是个情种，那便罚家法50。姨娘，由你来行使家法。只要能救我心爱的女人，50家法又有何惧？此事确是我行事不当，家法是我应得。诸位，请做个见证。姨娘，不用对我手下留情。柳氏的力气怎么变得如此大了？我只恨自己不能力气再大些，无法打死这个畜生。力气大，这还不简单？这柳氏太可怕了，我们刚刚竟还敢瞧不起他。停！姨娘，已经50了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下手太重了。我知道你留手了，你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弄疼你了吧？薛氏呢？那个狐狸精看见我就吓晕了，把他拖上来。拖行。啊，母亲，你说过不处置长嫂的，只是答应了不将他沉堂，家法难容。哼！伯母，你可知错？儿媳在侯府守寡这几年，一直恪守本分，安分守己，不知有何错。厉嬷嬷，让他死个明明白白。当年你在别处偷偷养胎，接生婆助你生下叶灵娇后，就被你和侯爷灭了口，但你却不知接生婆还有一个女儿。2日前，老夫人便找到她，这是她亲笔写下的口供，已将你们当年的丑事全写了下来。是他冤枉我的，我根本没有生过孩子。掌嘴！不要！侯爷，你有伤在身，还是先顾着自己吧。贱蹄子，大公子在外替国征战，九死一生，你却对他的庶弟张腿求欢，不要脸的骚狐狸，丧良心的狗东西！伯母，我没有。滚开！你比勾栏里的女人都下贱，不配嫁给我儿。你儿子，他一心只有他的军队，可曾记得家中还有个苦苦等候的妻子？当天我们成婚不过半月，他便出征去了，1年到头不见个人影，我凭什么一直守着他？一亲之时，我还就和你说过，他是个武将，家国为上。你见他屡屡战功，前途无量，是你主动要求的这门婚事，我儿可没逼你。你的2品诰命夫人，你如今的身份地位，都是我儿拿命给你换来的。
身份地位都是我儿拿命给你换来的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品级，什么地位，只想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夫君。既然你不在乎品级地位，我会向皇上禀明，褫夺了你的2品诰命封号，你的掌家之权交于姨娘。从此以后，侯府就没有你这大夫人的位置。去庄子里自生自灭吧！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。要我说，老姐姐你还是仁慈。薛氏，我的夫君一生驰骋沙场，我为他守了一辈子。若是没有我夫君荣国公、朝廷君神摄政王，还有叶平洲这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将士征战，万不会有千万的百姓安居乐业。就是没有将军们的流血流汗，哪有你薛氏的安生日子？呸！白眼狼！明日我便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禀告给皇上，让皇上去问问你父亲是如何教出好女儿的。不要！我父亲在朝为官，他的前程会毁了的。老夫人、王妃，你们手下留情！父亲，你帮帮我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带下去。母亲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母亲。今日总算尘埃落定了，你说是吗？柳氏，刚才长嫂被处罚的时候，你为何一言不发，不为长嫂求情？本侯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毒妇？侯爷是后悔娶了我吗？那正好。婆母，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儿媳不委屈，走到今天，只怪自己识人不清。只是刚刚婆母要将掌家之权交给儿媳，恐怕儿媳不能接受。这是为何呀？因为我要休夫。休夫？从来都只有男人休妻，还没听说过可以休夫的。刘雪烟，你敢如此羞辱于我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！真是荒天下之大谬！当年侯府衰败，公爹看中我柳家财富，娶了我一介商女，是我高攀。可是成婚10余年，我买地买铺，年有余庆，侯府日渐富足，夫君科考入仕，官运亨通，我儿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，声名斐然，哪一件不是我刘雪莹的功劳？我换来了什么？叔嫂通奸，珠胎暗结，满嘴谎言和欺骗。侯爷这样的夫君，我不要。哼，这蠢妇，天下的男人哪有不贪色的？你这是犯七出中的嫉妒。这么丑，竟然还大言不惭，还想休夫？我先休了你！不要说话。求婆母成全。姨娘啊，你为侯府付出这么多，这么好的儿媳妇，这老二真是瞎了眼了。我也想成全你，可是自古以来没有女子休夫这一说，这律法上没有这一项。那好办，姨娘是我的女儿，是荣国公府的嫡女，我这个做娘的自然要为她撑腰。来人，去刑部走一趟，问问尚书赵大人，我女儿要休夫怎么办？是。这怎么还没回来呢？许与不许的，这刑部尚书赵大人也该给咱们回个信儿啊。休夫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圣旨到！圣旨，圣旨来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有女柳氏孝敬公婆，辅佐夫君，育儿成才，性情良善，得端王妃美誉，荣国公夫人护佑，实乃妇人之典范。今为人妻者，有功无过；为人夫者，背叛在先。朕闻之痛心，悲哉，怒哉！朕允柳氏开古今之先河，奉旨休夫，钦此。臣女领旨，
谢主隆恩。爹爹，侯府都要被他们搬空了，您快想想办法。侯爷，不好了，咱们库房里所有田庄铺子的地契全都被拿走了。什么？那些都是侯府的产业，他凭什么拿走？你还不赶紧去拦着？可是，一起来的还有衙门的人，他们说是田庄的庄头们和铺子管事作证，地契和铺子都是夫人买的。贱人，要不是柳氏，我也不会认贼作母这么多年。现在我娘被那个老妖婆弄到庄子上，自生自灭。爹爹，你得想办法把娘接回来，让柳氏那个贱人好看。住口！祖母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孙女。张口坏人，闭口老妖婆。厉嬷嬷，给我掌嘴，教教他规矩。是。爹爹救我！母亲，娇娇她还只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他和关琪一样大吧？关琪都已经考中状元了。哎，拦住他！是。哎，公子。哎，拦住他！是。哎，公子。关琪，你要干什么？如你所见，离开侯府。荒唐！姓叶，是叶家的子孙，未来的侯爷。今日之后，我将跟随母亲姓，请叫我柳关琪。看你也是疯了！今天只要敢踏出侯府一步，别想再继承侯爵之位。侯爵之位，你自己留着过年吧，我们不稀罕。你，小雪哥哥，我们走。哼！哎，给我站住！你，哎，侯爷，爹爹，侯爷，你没事吧？侯爷，没事吧？爹爹，快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厉嬷嬷，教训完这个孽障，送到庄子里和他娘作伴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回府。凭什么？我可是侯府小姐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你个老妖婆！侯爷，老夫人把娇娇小姐送去庄子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哎，侯爷，您急火攻心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静养身体。若是再动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说的对，我得先养好身子。关琪这个小畜生已经脱离了侯府，我养好了身体，才能再生下一个继承人。这啊，为何吞吞吐吐？侯爷，您常年贪图美色，本就有所亏空，此次伤势不轻，又急火攻心，怕是难以再令女子受孕了。什么？这可怎么办呀？侯爷就关切少爷一根独苗，少爷走了，侯爷岂不是无后了？恭喜我娘奉旨休夫，重获新生。谢谢我儿。来，这块鱼，今天这些菜是小姐亲手做的。这么辛苦啊，做什么呀？你现在可是京城女首富，想吃什么就让大厨上门给你做。爹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大厨做的菜是好吃，可今天这桌菜不同，是我的心意。亲手做给我最珍爱的人。爹，来吃肉，来。给珍宝夹，珍宝爱吃肉，来，珍宝。谢谢外祖父。来，珍宝。啊。天河，过来一起吃。快来，谢谢小姐。吃吧，哈哈，吃吧。好饱啊，好满足。娘亲做的菜全被我吃光光。小馋猫，一会儿七夕灯会上还有好多好吃的。没关系的，女孩子有2个胃，我还可以再吃。关琪，姨娘。叶侯爷，你我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唤我柳家娘子。哎呀，姨娘。喂，大王八，你要不要脸？我娘已经把你休了，你就是个下堂货，少在这里叫的这么亲热。哎呀，这不是那个疏嫂通奸的定远红吗？他还有脸出来，真是不害臊。听说他那日上朝被满朝同僚笑话呢，真丢人。
我朝第一个下堂，他活该。混账！区区贱民，本侯治你们一个大不敬之罪！就知道欺压我们老百姓，有本事你不要被休啊！就是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们走。哎，姨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跟我回侯府吧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。别，在千年地，入洞房，叶家侯爷被下堂，侯爷头拜山花，山花。小调皮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娘，珍宝要吃糖葫芦。买，珍宝是我们的大功臣，都给你买。走吧。哎呀，好样的！再来一个！可惜娘被那个大王八打扰了兴致，我们出来了。这糖葫芦好好吃呀！小馋猫，小心吃太多会蛀牙。哎，那有好多人啊！走，去看看。表里如一。谢谢姐姐。他是甜。恭喜这位客官答对了，这是你的彩头。哼，这不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吗？幸亏朝堂上不可直面盛言，他不认识朕。这是他妹妹，怪可爱的。此灯谜谁能答出，将可以得到今天晚上最大的彩头，就是这条锦鲤灯。好好看呀！珍宝，你很想要吗？想要。老板，快说灯谜，正好。我好猜。灯谜是不胜惶恐。不胜惶恐，这是什么字？这是不胜惶恐，不害怕呗。不胜为负，惶恐取害怕之意，即为悚。谜底便是一个懒字。哦，答对了，好厉害啊！厉害！不愧是状元，真厉害。这位公子好生聪慧。小雪哥哥可厉害了。你们兄妹俩关系可真好。当然了，我和小雪哥哥天下第一好。怎么了？出场嬴政，快把他带离人群！是你救了我。你身为皇帝，居然偷溜出宫。珍宝，你说他是皇上？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？珍宝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你还是先回宫吧，不然皇帝的宝座就要换人坐了。胡说！母后怎么可能这么对我？太后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是她故意追走你身边的侍卫，好让你出宫发病而亡，这样她就能继承江山了。你这皇帝可真笨！污蔑太后可是死罪。皇上，事有蹊跷，我们回宫再说。皇叔出征前要我守护好大景，这现在要回去。送佛送到西，我送你回去。照顾不周，导致陛下失踪，将这些贱奴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是，不饶命！不饶命！拖出去！母后，母后，儿臣在这儿。母后，儿臣只觉得殿内烦闷，去了御花园散心，与他们无关。禁军明明亲眼看见裴征溜了出去，他怎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宫了？而且哀家明明命太医在他药中加了一味加重喘鸣的药材，为何裴征一点事情都没有？皇儿无碍便好。
但是这些贱奴还是要处罚。来人，朕说不准动，谁敢抗旨？皇儿真是长大了，越来越有帝王之相了。母后，您先回慈宁宫歇息吧。朕逛了许久，累了。好，回宫。太后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是她故意制作你身边的侍卫，还让你出宫发变而亡，这样她就能继承江山了。你这皇帝可真笨！陛下，你刚刚好帅呀！面对太后娘娘，英勇无比，将她对的无话可说。奴才要一辈子跟着你。朕刚刚学皇叔学得很像吧？等皇叔回来了，你一定要添油加醋，不，润色增彩的告知皇叔。是，快起吧。谢谢陛下。皇叔，是我那个有可能的便宜爹爹吗？我的好皇儿，哀家就是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杀我！母后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还是要我露一手啊！不要，不要！母后，母后！啊！救命！不要吃我！谁要吃你了？你今晚都没洗澡，我可不吃没洗澡的小孩。居然是你！那我走。哎，你别走！小神仙，你真厉害！我厉害的可不止这些。朕刚刚情绪激动，都没有喘息过度。明明平日里只要一动气就会发病，是你治好的朕对吗？没错。连太医都无法根治的喘鸣症，居然被你不知不觉就治好了。朕要封你为太医院院使。啊，我才不要当官。那你要什么？你能给我讲讲摄政王吗？端王和端王妃说我很有可能是摄政王的女儿，小皇帝也跟我有亲缘线，感觉8-9不离10。你想知道朕皇叔的事？哎呀，朕告诉你，朕的皇叔啊，可凶了啊！朕登基的时候才5岁呢，5岁小儿赖床不想上早朝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小时候赖床不愿意上朝，皇叔直接进来一把拎起朕去朝堂，龙袍都不给朕穿，害得朕被那些文武百官笑话。先皇的妃子啊，送给朕一块带毒的糕点，皇叔直接一剑割破他的喉咙，判他株连9族。皇叔还很爱在教训朕的时候打朕的屁股，弄得朕现在屁股老翘了。哎，你看看朕的屁股，现在不撅都是翘的，你看看翘不翘啊？是挺翘的。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朕的皇叔杀人不眨眼，别国的军队都很害怕皇叔，都说皇叔是黑面罗刹。罗刹？那岂不是长得很难看？青面獠牙，长得极其狰狞恐怖。才不是这样，朕的皇叔面如冠玉，貌比潘安，很帅的哦。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爹随我肯定不差。那摄政王妃呢？摄政王妃辞世之时，朕还年幼不知事呢，只知她是云江国长公主，被派来和亲的。云江国？这是皇叔的飞鸽传书，皇叔已经提前回朝，要到京了。完蛋了，朕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哎，小神仙，你到时可得多多保护我。没问题。哎，小神仙，你真好。妈咪呀，咪咪，你受伤了，真聪明，知道找我来疗伤。好啦，你要健健康康的哦。喂，你是谁啊？干嘛抱我的花花？快还给我！我才不还给你！放肆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太后娘娘的亲侄的长宁郡主，你胆敢与本郡主抢东西，
你是脑袋不想要了吗？他不想跟你回家，是吧，花花？你看，他说是。孽畜！本郡主养了你这么久，没人给你吃上好的鱼米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等本郡主捉到你，定要扒了你的皮！郡主好凶啊，好可怕！来人，这个贱婢偷了我的猫，还不快把他拿下！他得罪了本郡主，你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！住手！看谁敢动他！哥哥，珍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柿子哥哥，你认识这个小奴婢？你说珍宝是奴婢？柿子哥哥，他偷了我的猫咪，还敢出言挑衅我。我是看在皇家颜面，吩咐下人打他20大棍，以儆效尤的。这长宁平日看上去娇娇柔柔，竟如此刁蛮跋扈。他撒谎，是他弄伤了小猫咪的腿，小猫咪才来找我求救的。你血口喷人！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最了解我的。我一向菩萨心肠，怎么可能故意划伤那小猫咪的腿？快来人，还不把这污蔑本郡主的贱婢给我拖下去！长宁，你还不给本世子住口！世子哥哥，难道你也不相信长宁了吗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能帮着一个外人欺负我？未婚妻？我有证据的，你看他手上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不是的，世子哥哥，我……长宁，你还说谎！对一只小猫都如此狠毒，你的心太恶毒了。本世子对你很是失望。哥哥，我错了，长宁错了。珍宝，你说该怎么罚他？我可是太后的亲侄女儿，他这个贱婢有什么资格惩罚我？住口！珍宝可是端王府的救命恩人，我裴家的座上宾，荣国公夫人的外孙女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说她是贱婢？她竟然有这么多种身份。如今宫中没有皇后，太后娘娘是大景朝国母，若是砍了她的宝贝侄女，不知又要掀起什么波澜。算了，哥哥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长宁，你还不向珍宝道歉？叶姑娘，都是长宁的错，长宁不该有眼无珠，开罪于你。以后啊，长宁定会绕开你走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拱手奉上。阴阳怪气的道歉，我才不要呢。哥哥，我们走。哼！这个贱婢，竟然敢如此羞辱本郡主！我定要去跟太后的狠狠告上一状。姑母，您可一定要为长宁做主。这几日休夫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那柳氏竟然开休夫的先河，简直大逆不道。果然养的女儿也是个胆大包天的祸害。他敢给你委屈受，可还将哀家放在眼里。来人！啊，太后，2日后辰时，宣柳氏携养女入宫觐见。诺。花花真乖啊。珍宝，太后娘娘宣我们入宫觐见。我们？我和娘亲吗？这还是太后娘娘第一次宣我入宫。但是刚才皇后娘娘的婢女脸色阴沉，我察觉太后的来意并不简单。太后宠爱长宁，亲如母女，一定是长宁搞的鬼。我去找她。哥哥，别去！哥哥身上的黑气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又多了不少，再和长宁接触，他必死无疑。你自己看。怎么会这样？厄运，就是黑气了。厄运？那你说的我会早死，
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对啊。来。你我竟然会这么可笑的死去！常宁，这种女人我绝不会娶，这婚非退不可。我现在就去找父王说退婚的事。这婚退了好，不然连命都没了。不知道。是呀是呀。珍宝，太后娘娘不会杀了我们吧？放心了，娘亲，有珍宝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请荣国公嫡女和叶姑娘在此处跪下行礼，奴婢进去帮你们通传。好。哼。臣女拜见太后娘娘。臣女拜见太后娘娘。臣女柳氏拜见太后娘娘。常宁，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没听见啊。那就让他们在外面跪上2个时辰吧。还是姑母您有办法，那就让他们跪烂了腿才好呢。干什么？给我跪好，不准失忆！我们已经跪了大半个时辰了，小孩子会受不了的。敢问太后娘娘什么时候能见我们？那可真是太不凑巧了，太后娘娘还没睡醒，你们恐怕要再多等1分，起码也要到40才能见的。还有2个时辰，我们的腿会废掉的。能得太后召见，别说废了腿，就算丢了命，都是你们的福气。哼，我看那死老太婆就是故意让我们跪着等的。我的头！姑母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地震了吗？回禀太后，紫丁宫外没有任何震动，柳氏母女还在外面等着。这么心闷，赶紧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女拜见太后娘娘。没规矩，见到哀家为何不跪？珍宝，膝盖疼，跪不了。胆敢对哀家无礼！柳氏教女无方，掌嘴！哼！这是哪里来的妖风？怎么会吹进慈宁宫了？姑母，我的腿好疼！太炸了！不愧是我的珍宝，没有人能在她面前占到一丝一毫的便宜。你们一进到慈宁宫，就有怪事发生。说，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？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，五马分尸！朕看谁敢！皇儿，你这是……母后还不知道吧？珍宝是朕的救命恩人。珍宝，你什么时候成了皇上的救命恩人了？没听你提过。话是不留名呢。哼，他一个小孩子，怎么可能救得了皇儿？朕的喘鸣症就是他治的，千真万确。难怪这么多次的药量，裴正竟一点事都没有。这贱婢居然有这等本事！既然是皇儿的救命恩人，那方才便是一场误会。珍宝不但无过，反而有功。太后可比小皇帝段位高多了，变也真快。母后，珍宝既然有功劳，请问您想赏赐点什么？赏赐？凭什么赏他？好，珍宝救了皇上，他便有功于社稷，当然该赏。哀家赐
蜀锦白匹、宣德炉1对，夜明珠10颗。朕再赏赐黄金1000两，特赐珍宝御书房行走之权。珍宝，你一定要常回来看朕，这皇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怎么了，珍宝？不开心吗？大大，这可是文武百官都求之不得的东西，连我都没有，你居然敢嫌弃！想要什么，朕再赏给你便是。我想要御膳房的吃的。好，那朕就把御膳房所有的御厨全赏给你。耶！皇上，太后娘娘不好了，端王和端王妃带着世子殿下来退婚了。什么？退婚？珍宝，我已经把婚退了，你看看我现在身上还有没有黑气？没了，都是金光。太好了，我儿再也不会被厄运缠身了。儿啊，快感谢珍宝，是他改变了你早死的命格。谢谢珍宝妹妹。珍宝，你救了朕，救了端王叔一家，你真是我们大景朝的福星啊！我当然是福星啦。皇上，您还不知道啊，珍宝啊是您的堂妹。你是说端王和王妃生了珍宝？不是，是摄政皇叔。难怪你那天问我皇叔的事，难道皇叔忽然回朝是为了你？姑母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别闹了，吵死了！常年的婚事没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一定是那个死丫头搞的鬼！姑母，你要帮我报仇啊！我要他死！皇上对他青睐有加，哀家在宫里压根动不得他，但就在宫外动手。宫外，明天是佛诞日，柳氏他们一定会去护国寺上香。王爷，我们已经到京城了，一会儿就经过护国寺，明天就能见到珍宝了。不知道我的女儿长什么样？哎呀，娘亲，我们终于出来玩了，好开心啊！珍宝，咱们不是出来玩的，是去护国寺上香，保佑咱们柳家平安顺遂。好呀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上面有人要你们的命！难道是太后？珍宝，快跑！娘亲，你别怕，有我珍宝在，他们休想伤害你。上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也是，好像有什么禁锢了自己的身子一样。疼死了！珍宝，珍宝，快回来！咱们还要去护国寺上香呢，天色不早了。能动了，死丫头，拼了！尔等敢行凶杀人！小姑娘，你们都没事吧？这个男人跟我有亲缘线。摄政王，他是摄政王。摄政王，把这些杀手处理掉，现场收拾干净。是。爹爹。哎，这小女孩怎么这么像王爷？不会就是王爷您的女儿吧？小姑娘，你今年是不是5岁？对呀，我是5年前春天生的。 5年前的春天，江若真是在6年前的夏季自焚而亡，时间完全对得上。王爷滴血验亲吧？不必。啊！我能确定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所以不必。哎呀，都说父女连心，王爷一见到小郡主就随便的抱，没有把她赶走，这一定就是了。要知道王爷以前啊，可是全大景朝小孩的噩梦呢。珍宝终于找到亲生父亲了，有了家。 有父亲疼爱他。告诉爹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一真，你可以叫我珍宝。好，珍宝。耶！我有爹爹了！我有爹爹了！珍宝，对不起，
这么多年，爹都没能找到你，对不起。爹爹不要哭。珍宝，你放心，爹爹以后再也不会离开。叶侯爷，我跟你说了，银娘不在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岳父大人，哎，我不是你的岳父，如今你早已跟银娘不是夫妻，你走吧。岳父大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是，哎，银娘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侯爷请自重。银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珍宝呢？珍宝和他亲爹在一起呢，我是回来给您报喜的。珍宝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了。您猜，珍宝的亲爹是谁？哼，左不过就是京郊的哪户贱民吧？那个死丫头粗蛮无礼，能是什么好人家的女儿？侯爷请积点口德吧。好好好，姨娘，跟我回家吧。你我关其一家三口，像以前一样生活可好？你的一家三口是你、薛氏还有叶灵娇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不是府上银子花光了，我会低三下四的来哄你这个臭婆娘。姨娘，从前的事都是我的错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马就把薛氏和娇娇都发卖，保证不碍你的眼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真可悲。爹，我们走，去迎接珍宝。站住！那么着急去见那个死丫头，怎么？莫不是看上了那死丫头的爹？难道他爹死了老婆，是个官夫？住口！珍宝的亲爹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你这个畜生，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！打我！找死！爹爹好帅呀！摄政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动我裴定霄的恩人？大王八，你敢动我娘亲？恩人？刘雪吟走了什么狗屎运？随手捡的乡下野丫头，居然是摄政王的女儿！贱人，他肯定早就知道珍宝的身世，故意瞒着不告诉我，简直歹毒！本王刚班师回朝，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礼品，感谢你一直照顾珍宝，一点心意还请笑纳。这也太客气了。爹爹，那我的礼物呢？你想要什么，爹都找来给你。我想要这个。给。虎符，调兵遣将的虎符，摄政王说给就给了珍宝，他竟对珍宝如此宠爱。启禀王爷，微臣其实是珍宝的义父。珍宝在侯府住了那么久，吃我的喝我的，柳氏能得到摄政王的感恩，我凭什么不能？其实珍宝住在侯府这段日子里微臣对他十分喜爱，只不过微臣的爱都不表现在明面上，毕竟父爱是无声的嘛。大王八，你可真恶心！可是你说我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微臣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嘛。那你还要赶我出去？那是因为你毕竟不是侯府的人，住在侯府难免会惹来非议。其实我已经给你买了一套宅子，到时候我们就搬过去住。地契呢？地契放在侯府了，我没带在身上。你骗人！王爷，哎呀，不行了，王爷，微臣有些头晕，先行告退了，我要回府去看大夫。王爷准许你走了吗？王爷，你是珍宝的义父，本王自然要奖赏你，削爵，奖励你做一个普通的闲散百姓。王爷，不可以啊，王爷！真可怜，好不容易等到大哥死了，简陋的一个店员侯的身份，若是被削爵了，岂不是又要成为人人瞧不起的庶子了？王爷，微臣先父以及叶氏先祖，那都是为了大景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！王爷要是削我的爵，岂不怕
功成之后还信吗？本王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，死。王爷，这毒妇好歹夫妻一场，竟然如此无情！王爷，微臣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过来骚扰姨娘和关琪了，求王爷放我一马。本王给你篡改选择的权利了吗？削爵，或者死。王爷，送定远侯上路。是。我削爵，我削爵，我削爵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你说什么？19门的刺客全被杀了，那柳氏母女岂不是没死？回郡主，摄政王回朝时正巧路过护国寺外，救下了柳氏母女。奴婢还听说，坊间都在传叶姑娘是摄政王的女儿。荒谬！王爷身份何等尊贵，那贱婢她配吗？姑母，若是被摄政王查出19门的刺客是我们派去的，岂不是……哀家堂堂太后，只不过是要2条小杂鱼的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柳氏母女死了便死了，没死也无足轻重。姑母说的对，那珍宝算什么东西啊？姑母可是大景朝最尊贵的女人，就算是摄政王也动不了您。有事禀报，无事退朝。摄政王到！哎呀，有摄政王回来了！摄政王终于班师回朝了。小姑娘是谁啊？皇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皇帝长大了。摄政王，朝堂是何等要地，你竟带着一个小丫头上朝，实在是有失体统。自古有训，后宫不得干政，否则朝纲必乱。太后娘娘上朝，似乎也与理不合。皇上年幼，唯恐偏听偏信。哀家乃一国之母，当然要维护我的皇儿。你帮什么啦？帮皇上忙活啊？混账！你才是混账！你这个不祥之人，祸星下凡，祸乱朝纲，再在太后之位上坐下去，早晚有一日景朝必亡。国师，你说母后是祸星？不错，太后并非皇上亲生母亲。老道夜观天象，察觉祸星在这大景朝隆宗门西侧，若不及早处理，必将殃及国运。大胆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哀家是祸星！保国师执掌青天剑，从不牵扯朝堂之事，他为什么要帮这死丫头？弟弟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太后竟敢派19门的杀手刺杀你，感动我的女儿，我就不会放过她。弟弟怎么知道的？我没告诉过他呀。太后毕竟是一国之母，想要扳倒她，需要一个足以颠覆朝纲的理由，而这个理由只有国师能给我们。国师？国师与景朝太祖为友，自本朝建立300年以来，一直默默辅佐大景的国运，是一位真正的高人。一会儿珍宝不可以对国师无礼。摄政王谬赞了，老道不过多活了几百年。尊上。国师大人，这位是小女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尊上，您不认得我了？这400年前您见过我的，我是小青雀。啊？你现在怎么这么老了？上回见你的时候还只是个小豆丁呢。尊上跟以前一样，一点儿没变。小青雀，
这头发都白了。乖了乖了，不哭。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呀，变成大国师了。国师一言九鼎，神机妙算从无错漏。既然太后是祸星，那便废了吧。荒唐！仅凭国师一句话就断言哀家是祸星吗？皇上，今日慈宁宫地动电摇，妖风大作，无疑不跟太后有关系。今日有国师作证，太后乃祸星下凡，作乱四方。大景这半年来灾害不断，无疑是祸星作祟，请皇上立刻处置太后。请皇上处置太后。混账！民间哪年没有灾害？哀家有什么关系？哀家母仪天下，我看谁敢动哀家！来人，将摄政王和国师拖出去，胡乱造谣，以下犯上，传哀家的旨意，行炮烙之刑。来人，来人啊！你们都聋了吗？竟敢无视哀家的懿旨！请皇上处置太后。以后从明天起，你就去护国寺为大景祈福吧。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出寺庙半步。来人，在。今日，朕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摄政王叔已经将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回，朕有皇妹了。今日，朕册封珍宝为珍宝郡主。参见珍宝郡主，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岁。起来吧。谢摄政王。皇叔，侄儿有个疑问，珍宝今年才5岁。可是皇婶6年前自焚，怎么可能生得出珍宝？如果皇婶真的没死的话，那这6年她到底在哪儿？你每天都能听见她的名字。每天？您不会说的是云江女帝吧？当年云江国覆灭在即，女帝将长公主派来与我和亲。6年前，女帝病逝，云江内乱，她便制造了那起自焚，然后秘密回到云江，登基为帝。哇，我娘居然是云江女帝，一定是个大美人。珍宝，爹带你去找娘亲。好，我们去找娘亲。皇叔，你们去云江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国师算过，大景朝国运昌隆，未来100年都将富足安乐。正儿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可以亲政了。走吧。皇叔，我一定会好好当皇帝，守护好大景。等你和珍宝妹妹回来。绿水青山，后会有期。拜拜。天道臭老头要我下凡轮回，体会人间百态，在景朝的日子好幸福。